周远，你今天要么涨租金，要么砸了你整个电产。马奎，你疯了！那是会良乡，最后期限，全村的地租金从1亩800涨到3000，少1分我挨块砸。合同签的20年，白纸黑字。当初你们求着我租荒地，现在毁约。全村的决议，不涨租金就收地拆板子。地是祖宗的，便宜你这么久了。你一天发几千度电，卖给电网赚翻了，多分点怎么了？你就知道来村里吃独食，赚翻了。你们脚下这条路我掏了50万修的，村口路灯12万，村小学翻建18万，账全在这儿。那是你自愿的，电焊建在我们地上，该出点血。阿远，你占我2亩地，多给2万，怎么了？张婶儿，租金按时付了。去年你孙子生病，我自己给了5000。我不识字儿，你别拿照片糊弄人。白眼狼，不涨就滚！最后问你一遍，租金涨还是不涨？不说话。行。我看你这电站是不想开了，我数3声，1，马奎，你敢动光伏板！2，不涨，1分都不涨！不涨就砸到你涨为止！叫你占我们地发财，多给点怎么了？砸，全砸了，看它涨不涨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听见没？全村的意思，不涨就砸光。行。你什么意思？1分我都不涨，设备我拆了，光伏板我买的，支架我装的，逆变器我拉来的，合同写了，毁约赔付违约金。你们不想合作就不合作，我把设备拆走，该赔的你们赔，设备折价，二手撑死卖个零头。电网接入是沉没成本，1分拿不回来，还有供应商尾款，还有银行贷款。他不会真拆，几百万投进去，说走就走，不可能。阿远，不至于吧？有话好商量。胡说，我商量了3年，修路的时候再商量，装灯的时候再商量，现在他们把电焊砸了，我还怎么商量？你拆走了，我们租金还有吗？没了。租金、分红、免费电全没了，你们不是嫌800少吗？现在1分都没有。奎哥，他说租金没了，慌什么？地在我们手里，还怕没人租？阿远，山外头好大一个世界，你长大了要把路修进来，让咱村的人也看看。路我修进来了，但现在被人从路上赶走了。官司你能赢，但是赢了也是赢个寂寞。那些村民，你挨个起诉，执行到猴年马月，先想办法把眼前的窟窿堵上。8块钱1碗，兜里还剩20。你是周远？你谁？莲花村的，姓陈，当了20年村长。莲花村，翻过山就是我老家。听说你在清泉村的光伏被搅黄了。拆了，您不是来看笑话的吧？看什么笑话？你的设备还在不在？在仓库吃灰。我来找你，是请你去莲花村建光伏发电。陈村长，我兜里比脸干净，设备有，维护要钱，电网要重新申请，施工队工钱结不上，拿什么建？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村里山地我可以做主，不要租金。你出地，我出技术和设备。利润3-7分，你7，我3，条件好到不正常。陈村长，没有白吃的午饭。我们村300多户，穷了几辈子，人均年收入不到3000块。我当了20年村长，到退休连条像样的路都没修上。你在清泉村搞的那些事儿，我眼馋了2年，一直没好意思找你，我不好挖墙脚。现在墙倒了，您来了。人情那套我不会，有啥说啥。合约签20年，违约金翻倍，白纸黑字，全村按手印儿。陈村长，我不是不想去，是去不了。为什么？
施工队工钱、供应商尾款、贷款加起来快30万，我连工人吃饭的钱都拿不出来，拿什么给你建光伏电站？设备不是现成的吗？仓库里的那些东西，设备拆过一遍了，重新组装要维修调试，砸坏的要换新的，电网接入要重新申请，没3个月下不来。还有进山公路，你们莲花村有路没有？钱的事儿，你让我回去想办法。村里凑一部分，我个人再出一部分。您能出多少？我存了点棺材本，10万块。您别开玩笑，我开什么玩笑？儿子在广东打工，每年寄2万。老婆走得早，我一个人花不了什么钱。10万块存银行，1年利息几百块，有什么意思？要是黄了呢？黄了就黄了。我在乎的是临死之前能不能给莲花村的人留点东西。陈村长，我跟您去看一趟地形。好，我借辆车，咱们等会儿出发。陈村长，这路多久没修了？修过，这路没修过。大型设备怎么进来？吊车、拖车。来了来了！这眼神太熟了，3分好奇，3分提防，4分你靠不靠谱？这就是搞光伏的，不像个老板。你见过几个老板？这一片多大面积？大的200多亩，小的80亩，都是荒坡，种不了东西。坡度多少呢？年初做的地质勘测，坡度15到20度。您准备的挺全。从你在清泉村架第1块板子那年，我就开始准备了。吃饱了没？锅里还有。饱了，上山看看吧。300多户人，就这么窝在山坳里。土质还行，关键看光照。年日照时长比预期的还好，东侧山峰只遮冬季早上7点前的1小时，能见。光照资源比清泉村还好。这个坡面200亩能装1兆瓦出头，年发电量保守估算120万度，按上网电价4毛2算，年收入50万左右，刨掉运维成本，回本周期4到5年。后面15年都是净利润，那就干。话不多说，西坡荒地，从我爷爷那辈就荒着，种粮食种不活，放羊嫌草少。现在有机会能把它用起来，10万，我先出。陈村长把棺材本都掏了，我赵德明出5000，我家出2000。20块，我就这么多。一个20块，一个5块，差的还远。缺口多少？施工费、检修件、电网接入2次申请、进场道路硬化，最低标准17万，还没算不可预计的。你还有没有办法？怎么了？仓库里有人动过手脚？拆设备的时候我验过，没有问题。运走之前在仓库放了1个多月，这个痕迹不是运输颠的，受力方向不对。你是说有人专门去我仓库挑了这些板子，从背面一块一块敲的？清泉村那帮孙子！老板，签个收条，我走了。等一下，我带几个人去清泉村找他们算账。去了干什么？打一架？打不了就骂，骂不了就……然后呢？板子能长回来，还能修，但工期要拖。拖就拖，我们不急。这刀法还挺准，没事儿。EVA 层的裂纹如果没穿透背板，可以打胶密封，电池片没断的还能发电，功率衰减5%到10%左右，不影响并网。那缺的30块呢？老吕，我周远，那批次的270瓦多晶，你还有没有库存尾货？
你报个价，1块180，老铝那是尾货，不是新品。行，150 30块，你能不能施我1个月？半个月也行。怎么样？有点眉目。吃点吧，我老婆下的，猪油拌的。你这个光伏板它到底是怎么发电的？太阳晒到硅片上，光子把电子踹出来，电子跑动就是电流，这么简单？原理简单，做起来不简单。那你当初怎么想到干这个的？穷的，我以为你是大老板呢。大老板不吃8块钱的面。这是我堂妹赵小蝶，高中毕业，在镇上干过电工。干过什么活？接过户用表，换过漏保，拉过线，3项电的我也会。光伏组件串并连接线干过没有？没有，但我学过电路，你教我，我能上手。行，先给我搬板子。周老板，这坡得挖多少天？按现在这个速度，光平整地基就得大半个月，还没算打桩的时间。大半个月？能不能租台小挖机？镇上工程队有。多少钱一天？我问过了，带司机350。租2天，第3天开始人工收尾。行，我下午去镇上谈。钱我先垫上，回头从项目款里扣。你有多少钱？够租挖机的。这铁家伙得值不少钱。值啥钱？都快散架了，你看那个液压杆上都漏油，漏油才说明干过活。好消息是活轻了，坏消息是俺挖了3天白干了。那1斗的量比7、8个人刨半天还多。47.6米。47.6米。你在镇上干电工多久？2年，在家具厂。怎么回来了？厂子倒了。怎么了？谁牵的头？刘贵才，他弟弟在清泉村承包鱼塘，跟你们村的马奎喝过几回酒。信交到哪儿了？乡政府，昨天下午送去的。乡里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妥善处理。那怎么处理？得开村民大会。又开？上次是筹钱，这次是堵嘴，不把程序走对了，后头有的是麻烦。刘贵才，今天就一件事儿，西坡光伏电站的事儿，有人提了意见，既然有意见，就当面说清楚。来，贵才，你上来说。各位乡亲，我刘贵才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要跟陈村长过不去，我就问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建光伏电站，全村投票决绝了没有？陈村长上次那个会，到场的满打满算不到1半人，剩下1半人的意见呢？第二，周远这个人什么来路？在清泉村的电站被砸了，跑到我们莲花村来了。清泉村那边是怎么说他的？占地不给钱，忽悠老百姓。谁说的？你说清泉村那边说我占地不给钱，忽悠老百姓，谁说的？马奎说的，还是你弟弟转告你的？你管谁说的？我问的是事实。事实？你管谁说的？我问的是事实。事实？清泉村的租赁合同、转账记录、修路收据、路灯发票，要看哪个？租金800，按时打款，50万修的路，12万路灯，学校翻新18万。这些忽悠出来的东西，还处在清泉村呢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自己去看。你弟弟在那边承包鱼塘，去的时候总要走那条路吧？那你在清泉村闹成那个样子，跑到我们这儿来，人家是被清泉村赶出来的，人家修了路、装了灯、盖了学校，村民嫌租金低要涨价，不涨就砸电站。安静，一个一个说，我不管以前的事儿，我就说一条。西坡那块地是全村的集体用地，建电站得走程序。我不管以前的事儿，我就说一条。西坡那块地是全村的集体用地，建电站得走程序，村民大会投票，2/3以上通过才算数。上次那个会人都没来齐，那今天再投一次。签到93人，全村18岁以上常住有投票权的总共116人，
到场率80.2%，超过法定2/3。赞成在西坡建光伏电站的举手，赞成78票，反对的举手，反对11票，弃权的4票，78票赞成，超过2/3。赞成的上来签字。你们签吧，到时候赔了钱别哭。这姓刘的回去肯定不消停。我知道。你说怎么办？先把电站建起来，建起来之后让他们看到钱，看到钱了，喊反对的人里头有一大半会自己闭嘴。那剩下那一小半呢？明天早上5点半开工。5点半31度，多了1度。30度，准了。下一个。气泡怎么总跑？你手在抖。偏左。多少？不管，半格以内算合格。半格不到。周哥，这玩意儿一块多少钱？你肩膀上扛的那块，出厂价600。那我刚才差点摔了的话，你1个月工资赔不起。237伏。8块串联，每块开路电压30.5，这个数偏高了。偏高一点，因为新板子刚拆封，没经过光制衰减，运行1周之后会往下掉2%到3%，正常。周远，那儿能不能搭个工棚？你总不能睡一辈子柴房。柴房挺好，不漏雨。前天就漏了，你把脸盆拿来接水，以为我没看见？搭一个，我家有多余的石棉瓦和几根木头船子，够搭一间了。不用，不是你用不用的事儿，你要是着了凉发了烧，这工地谁管？角铁支架2万1，密封胶、线缆、汇流箱、接地扁钢加起来8000，支架还差30几根，缺的30块板子没着落。密变器得买新的，电网接入费1万2。谁？李振，我周远。周远？几个月没你消息了？听说你清泉村的电站被砸了。我听说了，你人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换地方了，在莲花村，另一个村子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2件事儿，第一，我缺8万。周远，钱我借不了你。没事儿。第2件事儿，电网并网接入审批，我递了申请，正常排队要2个月，板子装好了不发电，每拖1天，村民的信心就掉1分。你审批流程熟，能帮我催一下吗？你莲花村的电站装机规模多大？1兆瓦出头。1兆瓦，低压侧接入手续简单一些，但你前面在清泉村的事儿，系统里可能有备注，我帮你查查。行。催审批不一定能催动，但可以帮你问一下技术审查的进度，看卡在哪个环节。如果是资料问题，补起来快些。够了。周远，你真打算一直干这个？你见过莲花村的路没？没有。碎石子的路，下完雨全是烂泥，他们从我爷爷那辈儿到现在，路都没通过。明天我帮你问问。挂了，谢了。小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螺栓滑了，换一个。54块，设计是90块，缺口还敞着，但当务之急是线路。差什么 ？PV 电缆9米，镇上没有。我以前干活那个家具厂倒闭后，有些电缆没拉走，我记得有光伏用的线，之前厂子屋顶装过板子，后来拆了，线没拆干净。什么规格的？记不太清了，4平方还是6平方，黑皮的，2芯。你确定是 PV 线，不是普通护套线？不确定，但皮子很厚，我当时试过，包的时候费劲。去看看，要是 TUG 认证的双层绝缘 TV 线，外皮上会印型号，拍下来告诉我。手机呢？你没手机？这玩意儿能拍照，但糊的啥也看不见。用我的拍，你那个留给我，到了打电话念型号就行。你这手机能用。找到了，你听我念 H1Z2Z2-K 1×6，后面还有3个字母 TUV， 对吗？是不是这个？对了。送你的，反正那厂子也没人管了。够用了。
手怎么样？又没断。你跟上，教你接汇流箱。什么时候能发电？逆变器没有，发不了。那逆变器呢？抵出去换了15块板子，得重新买。20千瓦的1万出头，二手的7、8千。我还有6000多块钱，家具厂结的最后1个月的工资，加上之前攒的。我本来打算去深圳的，路费也算进去了。那你别废话，等电站赚了钱还我就行。回来了，今天装了几块？装完了，全装完了。能装的全装了，就差板子了。那个挖地的铁家伙走了之后，夜里安静多了。周远，有人来了。陈村长是吧？我们接到举报，说莲花村西坡存在违规用地行为，建设光伏电站未取得合法用地审批，我们来核实一下情况。你先进来坐，先看看现场吧。你是项目负责人？我是周远。举报内容说了几件事儿：第一，项目占用集体山地，未经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批准；第二，建设过程中存在土地硬化行为，破坏原有地表植被；第三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山地使用权批文，2类草地不在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内，环评报告、村民大会表决记录、施工方案备案回执，资料倒是齐全，但举报内容提到的破坏原有地表植被，这个坡面的确做过平整。2类草地名义上是草，实际种不活草，连羊都不爱来。你说破坏植被，你告诉我哪棵植物被破坏了，我现在就给他道歉。陈村长，程序上我们得走，举报材料收到了，核实是我们的工作，你也理解一下。我理解，你们也理解我们。举报信是谁写的，我不问，但这些文件都在这儿，你带回去交差。该走的程序我一个没落。那现场就不看了？看吧，都在那儿摆着呢，光天化日的，没什么不能看的。没浇混凝土，地基桩打了60公分深，夯实回填，支架用膨胀螺栓锚固。那拆除的时候呢，拔桩回填就行，恢复原状。我们回去核实，资料没问题的话，不会影响你们施工。举报信谁干的？刘贵才，但他不会想到去国土所，他卖菜出身，能知道国土所在哪儿，有人教他。他弟弟在清泉村。这个马奎真是阴魂不散。他会继续来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加快速度。他要举报就让他举报，我们文件齐全，怕什么？这些东西我攒了3年，你在清泉村吃的亏，我看得到。文件不全，一旦出事，没东西护你。莲花村不会走那条路，该办的手续我一个个去跑，缺口7万4，我准备去县里跑扶贫项目。光伏扶贫有政策，如果莲花村能纳进去，设备和并网费用有省级补贴，扶贫项目是好事儿。但你想过没有，清泉村的事儿，你的名字报上去，人家一查，我去试试，大不了被打回来。我表侄，县发改局副科长，光伏扶贫的申报材料经他手，电话我打过了，他说拿着材料去找他，够格的话他往上递。你什么时候打的电话？上个月，你来莲花村之前，我说了，从你在清泉村架第1块板子那年，我就开始准备了。明天继续。孙经销商回话了，逆变器给找了一台2手的，20千瓦，用了1年半。多少钱？他开价6500，我跟他说过，我砍到了5800。你手机在我这儿呢，他打来的电话我接了，谈了20分钟，他说5800最低了，再低他宁可卖给别人。你帮我砍的价逆变器这东西有人抢，再不给定金就被别人拉走了。 5800，你那6000块差200，赵德明说他出。还行，5800买个2手的值不值？新的1万2，你说呢？一组串正极，一组串负极。接。这根黄绿线是接地的，别跟镶线搞混了。黄绿双色是地线，变工基础课第3节就教了。明天早上试机。明天就能发电了。如果试机没问题，还要等电网验收，验收通过才能正式固网。但先让它跑起来。周远，你以后打算一直待在莲花村？
你呢？不去深圳了？路费都给你了，还去什么深圳？电站电网分红以后，第一笔钱先还你。谁要你还？我说的是从项目款里扣。项目款是村里的钱，你那6000块是你自己的，不一样。我回了，明天早上几点？5点。开玩笑的，6点。不像是风吹晃了零件，这是人为的。如果明天早上直流电压上来，直接短路，5800的机器直接报废，手法一致，这是懂电的人做的。不行，今晚得守着，万一那个人再来破坏。成了，命上了，成了，成了！这铁板板能管多少年？25年以上。那我是看不到头了。你看不到，你孙子看得到。也是。小周啊，中午到我家吃杀鸡。到我家，我老婆蒸的馍馍好，都别蒸，今儿晚上我请，杀我家那只羊。杀哪只羊？谁让你杀了？你问过我吗？赵德明。还有21块板子没装，电站是跑起来了，但满编才能满发，缺的那些板子进厂路、电网验收，事儿还多着呢。高兴归高兴，活儿还得继续干。干！羊先不杀了，等装满了再杀。李振，病上了。周远，并网了，通过验收了。先病的，验收后补。功率多少？峰值还没到，4个多千瓦，装机容力还没满，只装了69块板子。69块，你设计的是90块。先跑着，板子慢慢补。你这个人从大学就这样，先干再说。不然呢？等什么都齐再动手，菜都凉了。计划科那边我继续帮你盯着，你把验收资料抓紧准备，特别是接地店主的测试报告和绝缘耐压的数据，这2项是硬指标。我知道。还有那个扶贫项目，你材料整好了没有？快了。昨晚有人上坡了，我听见了。3点多的时候，我家在山脚那一排，窗户对着坡面，有脚步声。你在上面待了一夜，不是因为睡过头了。下次有事叫我一声，2个人总比1个人强。月发电量4680度，多了1000多度，预估的是3500。发电量出来了，多少？4680。你估的不是3500吗？估错了。4680。老赵家的，去把广播喇叭开了。各家各户注意了，光伏电站第1个月发电量出来了，4680度，收入2100块。分红方案下午贴在村委门口，各家来看。43块6。43块6毛。43块6，一家43块6。排好排好，一个一个来，急什么？钱又不会长腿跑了。看到你发的运行报告了，月发电量比设计值高了30%，选址确实不错。运气。另外，有个情况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清泉村那边，马奎的弟弟到处说你在莲花村的电站用不合格设备，这话传到了市里。我建议你把设备的质检文件再整理一遍，全套的。你就是周远，莲花村光伏电站的负责人。是。
我们接到举报，你此前在清泉村建设的光伏电站涉嫌使用不合格设备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同时质疑你在莲花村新建电站的合规性。你对此有什么回应？举报方是谁？我们有保密义务。马奎，清泉村的，他弟弟刘贵才在莲花村。举报内容我大概能猜到，设备不合格，安全隐患，资质不够，是不是还说我负债几十万？你怎么知道？同样的话，他在清泉村说了2年，换过3个版本。你想看什么？设备资料、施工文件、电网验收的东西。你慢慢看，需要哪份我给你找。周远，有件事我想直接问你，你在清泉村的电站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跟我来。这是在清泉村的板子，电站运行2年半，分红3次，每户最多的一次拿到500多块。第3年，马奎联合几户人说补偿不够，然后来砸电站。这就是清泉村给我的答案。这是莲花村给的。谢谢采访。你觉得播出来会怎么样？不知道。万一他们断章取义呢？那就断章取义，该说的说了，怎么检是他们的事儿。你不高兴？高兴什么？马奎被抓了，你不高兴？新闻说的是立案调查，没说抓了。你能不能别……板子不会因为他被调查就多出来，钱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。你跟上来干什么？5号祖传的端子密封胶固化了没有？该检查了，我来检查。你准备明天答辩的材料。你怎么知道明天答辩？老陈的表侄下午发的，明天上午10点，县发改局3楼会议室。走吧，回去了。你俩走路的样子像2口子。各位领导好，我叫周远，莲花村光伏电站项目负责人。你的方案里规模90块组分，实际安装69块，电站是未完工状态就并网了。按照相关规定，达到要求方可申请并网。你提前并网的依据是什么？69块对应的装机容量是18.63千瓦，逆变器额定容量20千瓦。按照分布式光伏接入的相关细则，装机容量在20千瓦及以下的项目可以分期建设、分期接入。我的贺榜是第一期69块全部安装调试完成后进行的，验收材料在37页。清泉村的清泉村那个潜力，你是怎么总结教训的？清泉村电站运行了2年半，设备无故障记录，停运原因是人为破坏，不是技术原因，也不是管理原因。教训是有的，清泉村没有解决好利益分配的问题，电站占了村民的地，补偿方案没有做到让所有人心服口服，这个是我的问题。到了莲花村，用地的事儿在开工之前就谈清楚了，每一户签了字，文件在材料第14页。怎么样？说了2周之内出结果。那到底是过了还是没过？没当场否掉，就有戏。你妈要是还在，该放心了。你认识我妈？30年前，莲花村和你们镇上有过一个扶贫对口。你妈在镇卫生院当护士的时候，来村里做过免费体检，她给我量的血压。30年前，我妈来过莲花村，30年后，我也来了。批了，扶贫产业项目资金分2期拨付。杀羊，今晚杀羊，我说的。赵德明，你再说杀羊，我跟你没完。9月4680， 10月4001， 11月3820，比9月少了近900度。冬天日照短，太阳高度较低，和设计方案里的预测曲线几乎重合，甚至比预测高一点，比想象中的好。板子一块没磕，我的腰都快断了。行，你夸人能不能超过2个字儿？很行。
满编运行，超过了设计值，年发电量突破6万度，年收入接近3万块，51户人家户均分红500多。我妈让你上我家吃，你非不去。工棚里有活儿，你能不能有一天不干活？今天就不干了。老陈给的，他说大过年的喝一杯不犯法。周远，我想过的，关于去深圳的事儿，我不去了。不是因为路费的事儿，我在莲花村做的是会留箱、接线、数据记录、跑镇上买材料，这些不比在工厂流水线上拧螺丝差。留下来的话，能做的事儿还多。电站后面需要一个运维管理员，我一个人盯不过来，尤其2期要是能扩建的话。你这是让我打工？有工资的，从电站收益里出。多少？1500一个月，后面看发电收入调整，加上年终分红。我说的不是钱的事儿。你说什么？碗我明天来收。新年快乐。身后是正在施工的2期工地。去年全年发电6万1000度，你算算多少钱？分红发了4次，4次，你数数。你来了1年半了。1年多了。去年这个时候，你发着烧蹲在回流箱前面拧螺丝。你小时候，你母亲带你来过莲花村，那时候你才4、5岁。她来做体检那次，带着你，你捡了一口袋树叶子。你妈问你捡树叶子干什么，你说要把树叶子铺在路上，这样走路就不硌脚了。现在路有了，电也有了，他该放心了。陈村长，谢谢您，让我又看到了这片光景。邮政所打电话来说有你的信，我顺路去取了。走吧。去哪儿？3号支架的基础螺管到了没有？上午到的，孙经销商亲自送来的，他现在殷勤的很。周远，去年过年你问我听不清了什么，我说的是留下来不是因为电站。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心窝，爱你从不需要刻意浪漫。阿远，妈没什么本事，帮不了你什么。你做的事儿妈不全懂，但妈知道你做的是对的。刮风下雨的时候，记得穿厚一点。